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依林，馬上歡迎今天到場嘉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依林好，大家好，以及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楊老師，依林各位朋友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厲將軍，依林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這一期焦點馬上要帶大家來關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這個台灣有事論之後，讓中日關係降到了冰點，而且呢，也瞬間讓這個日本整個市場仿佛像丟進冰水一樣，因為現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還有公債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狀況。我們就來看到日經225指數在11月18號收盤下跌了3.2%，這是創下4月份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了。還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債殖利率飆升多達8個基點，達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觸及9個月的新低，來到了155.3日元兌換1美元。好，楊老師請教您，現在中日關係一緊張，包含了股市、公債、日元，我們看到全面大跌。就您來看，這一波拋售日本潮到底會對日本帶來多大衝擊？這個影響其實還是整個國際，尤其是美國的大盤。那特別是對於美國的8大企業，其中類似跟 AI 股有關的，像輝達，有一點就是市場的傳言，所以這個是11月18號，的的確確，它的日經、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點受到影響。不過那一天其實全亞洲股市也都不好。對。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確確是受到在的高市早苗的發言引起的就是中國大陸的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這些不確定性是會產生怎麼樣的經濟衝擊？那它會不會有後續更大的一招？比如說一些大殺招，類似像是以前做過的，對日本採取稀土管制，那個對日本的經濟，那當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這個不確定性，當然在大盤這個國際的大的局勢不好的時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別明顯。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號、19號、20號的時候呢，其實因為輝達的財報很好，那所以呢，整個那一天日本的半導體再加上商社這2大類股的這個提升哦，曾經一度盤內這個增加大概2000點，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萬點的這個大關啊，所以呢。我覺得其實整個亞洲的股市相當形勢還是受到美股的影響，因為現在大家對於美股的這個情況哈，應該說美國經濟的情況都有一點就是這種擔心，有一點這個擔憂。一方面是經濟通膨，還有最高法院的判決。那當然這個 AI 的這個情況啊的獲益，因此大家都覺得損因素都夾在一起，所以它這個影響呢就會在亞洲特別明顯，因為我們跟美國的經濟供應鏈很密切，但日本。特別是加上這次的高市的發言，所以當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它跌得最深。那這個是以後可能會不斷出現的。好，現在大家認為說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來當做武器對日本施壓。我們要來看到，你看到圖卡下方，這是11月20號的時候，中國商務部發言人他在記者會上就直接警告說，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這個錯誤言論，那中方會堅決採取必要的措施，說後果由日方來承擔。那彭博也分析說，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暫停日本的海鮮進口、警告旅客，還有取消一些藝人的活動等等。但是，包括剛剛楊老師也幫我們提到了這個殺手牌，就是稀土牌還沒有出手哦。請厲將軍來幫我們看，為什麼北京到現在還沒有動用這張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話，第一個哈，在這個2010年的時候，因為釣魚台事件哈，那中日兩國曾經交惡。那時候中國有打出過稀土牌哈，降低對日本稀土的出口啊，那時候造成日本的這種經濟上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恐慌。那也從那時候開始，日本自己開始要這個研發製造自己的稀土，因為他怕被中國卡脖子嘛哈。所以為什麼現在來講的話，這個美國跟日本來講要簽稀土協議，其實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哈，但是它的產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後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依賴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來講的話，又開始回升。當中國恢復對它稀土供應以後，他自己覺得說，我就不要再做這麼這個高污染的這個工業哈，他就慢慢又恢復從中國開始進口。現在來講的話，日本對中國的稀土依賴大概是到70%，但是我認為說是短期之內哈，非到最後關頭。
這個中國大概不會對日本打出稀土牌。為什麼？因為我們從這個安斯這件事情就看得到，這個現在全世界的這種產業的供應鏈其實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說是你突然對日本斷供稀土來講的話，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是全世界所有產業都，不管是這個，尤其是民用了哈，軍用我們不講，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車，包括到這個飛機哈，包括到各種這個綠能產能啊，都會受到很大一個波動影響。那我覺得中國很聰明，我不需要去因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產業國家，因為如果說我一旦對日本斷供，那這個產生的蝴蝶波瀾效應來講的話，可能會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那中國幹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產業？我現在只要針對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圍堵。我們從安氏半導體，荷蘭的安氏半導體之亂就可以看得出來，安氏半導體造這個亂之後，造成全世界的汽車的這種工業來講的話，都為之可能因此而斷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哈。當然中國很聰明了，他最後就是用豁免了，我給你汽車，你們去針對荷蘭政府，不要針對我中国，我中國是一個這個負責任的大國，我繼續供給你們。同樣的稀土產業，我覺得是這樣。非到最後關頭，我覺得中國不會用，因為他現在來講，第二個來講，我覺得工具箱裡面有很多的工具哈。我們現在看到，比如說是這個漁產哈，比如說觀光哈，比如說我們在講到留學方面。這個他現在留學，你知道留學有多影響有多大嗎？連川普當時喊出說不讓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那你想想看，後來他又恢復，為什麼？因為60萬的留學生對美國來講的話，各個大學是多大的一筆財務的補助啊？那同樣道理，難道對日本不是很大一個補助嗎？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在經濟方面光使出這幾招哈，目前來講只是這幾招，對日本來講，它的日元已經看到它這個這2天已經開始大變了。那昨天雖然說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這個又開始跌下來，而且是慘跌哈。因為輝達的這種它的這種年報裡面發現說，很多人跟他買的東西，但是錢還沒到位，還沒付啊。但是為什麼欠錢沒付呢？大家後面去很多的想象啊，是不是這個下游工業、下游的企業來講的話，他做的東西賣不出去，所以變成他沒有錢去付輝達，所以大家就產生。會不會有 AI 泡沫化的這種疑慮了哈？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來講，稀土這一段它不會實施，因為它不會去得罪全世界其他產業。它目前來講的話，等於重點打擊，只針對日本。那後續來講，它可以指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說是這個2017年我們看到韓國因為部署了薩德系統。那比如限韓令，對不對？好，那個時候包括韓國的這個觀光旅遊，或者是它的這種演藝事業都受到影響。那中國現在採取這一招了，電影也不讓你演了哈，《鬼滅之刃》吶，或者《蠟筆小新》吶，哦，其實對日本來講是很大損傷。我覺得後面來講它有很多，比如說對日本的這種在中國大陸的企業，包括汽車啊這些企業來講哈，加強它對它的檢查哈，或者等等這些措施，我覺得它還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後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這些手段如果能夠生效來講的話，我覺得它不會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那麼笨到說是我因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產業。是李將軍在強調說，不到最後關頭的話，中國其實不會動用稀土這一張牌。好，大家在說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包括了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前談判官，他也說了，說如果北京現在就祭出這個稀土反制，不但會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連帶的，像剛剛李將軍幫我們提到的，連帶其他的貿易夥伴也會懷疑說，那中國這個供應鏈的可靠性反而會更靠向美國。好，尤其呢，上個月川普才在南海跟習近平才剛碰完面嘛，也簽了這個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協議。也就是說，那如果北京現在打這個稀土牌，那不就等於是說破壞這個協議，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張將軍，你來看，如果最後習近平真的打出這個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會再爆發貿易戰？我認為中國大陸它是一個聰明的，它是一個集體領導，它會在那邊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認為打稀土牌的幾率，我認為是不高的。因為我們來看，他跟這個習近平跟川普已經達成貿易的協定的話，中國大陸跟美國都有貿易市場的需求性，是對方的市場，因為這是按照經濟學的比較利益法則，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這個雙方都會互利，那幹嘛
要再繼續玩這個稀土牌呢？邊際效益會遞減，而且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彈。我倒認為中國大陸會對日本的稀土會作為一個局部的限制，因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噸，這18000公噸呢，那它進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噸，蠻多的。那這裡面有70%，剛麗將軍有講，70%來自於中國大陸。是，那來自於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會不會做局部限制？我認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這個稀土，你這個用的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標明清楚，來源清楚，我要做管制，可能會做這個樣子。因為日本會做相應的調整，因為日本它會做第一個市場替代，那個中國大陸它對我限制，它會向泰國、像越南這替代市場，因為越南跟泰國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應。那這樣子嘛，那我就從其他地方來彌補中國大陸對我的控管嘛，會有這個樣。第二個，它現在還有備轉容量，是我備轉容量，我這個繼續做，我這個備轉容量可以支撐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狀況如何？那誰知道呢？我有備轉容量，我還夠，那這樣子我就不怕。這是日本的。那第3個呢？日本會關掉一些對稀土急需，因為稀土我們知道總共17種，包含鋅跟乙之外，另外15是藍系15加鋅跟乙。那這樣子，那我就不。這個不重要的先關掉，用重要的，這是我的主生產量，我的主貿易就需要這些對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較急迫性的，我用這些，所以這樣子，那這樣子有這方面的應變，中國大陸打稀土牌還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為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結果呢沒有效果，結果反而變成日本抵制中國大陸一個理由。那你這樣的話，反而變成在這個損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後，中國大陸我認為他會做分析。原來稀土牌在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這一個？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從其他方面，如果最厲害的話，很簡單，最釣魚台嘛，最釣魚台從平面執法變成立體執法，從這個平常的間歇性執法變成常態執法，哎呦，這就不一樣了。因為釣魚台是主權的問題，還有維權的方面的這方面的問題了，又不一樣。這個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來得好，而且這個本來就領土爭端了。美國會不會？美國雖然說沒擔保給予釣魚台列嶼，但是問題是，只要真涉及到主權爭端，美國原則上是閉上關。你看那個菲律賓在黃岩島、在仙賓礁、在仁愛礁、在鐵線礁，那不是都這樣子嗎？那美國一閉上關之後，這個日本會屈居下風，中國會屈居上風，慢慢有一種失控的這方面的具體事實。那中國大陸何樂不為？我認為中國大陸會做一個彈性的智慧調整。是將軍，我想追問一下，因為現在呢，中日關係越來越緊張，大家也在觀望說川普的態度到底是什麼。可是現在其實他沒有非常明確表態，只有說，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覺得他的態度呢？这個川普他認為讓子彈飛一下，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有利的。為什麼？當這個中日關係一緊張的時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國防預算是不是要加一點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點錢，多買一些東西了？因為你緊張，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賺我的錢，還有我保護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擔一點責任？所以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講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是很簡單，飛一下對美國好，美國立刻這邊挺日本，日本感覺到後面有個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為。川普不會讓日本在這一方面得逞，所以注意讓子彈飛一下。對美國是絕對有利。是，謝謝3位專家精彩點評。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這一節焦點我們要來關心，現在中日之間的關係真的是如履薄冰，而且中國商務部有最新的警告，說日本呢不要一面想賺錢，但是一面傷害人，所以不排除說會進一步的經濟脅迫。我們就來看到，畢竟呢日本首相其實高市早苗，哇，這段時間發生很多事，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個月，先是拋出了台灣有事論，那還有包含現在說2戰以來的非核3原則，他鎖定了第3條不引進核武，那等於是說為美國在日本可以部署核武直
接開綠燈。其實現在呢，這一連串的操作，您從圖卡上的右半部，你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前4位首相，現在是齊聲批評哦。鳩山由紀夫跟野田佳彦他們是在野黨，那岸田文雄、石破茂自家人自民黨現在都不挺了。我們就來看到呢，楊老師您怎麼分析說高市早苗其實他現在態度踩得非常的硬，甚至引來現在中國也下了這個最後通牒，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個月，然後4位首相懸崖勒馬，但是高市會收手嗎？其實高市啊，在去年2024年9月，大家還記得嗎？他當初就跟石破茂競選自民黨總裁，他輸了，石破茂做了首相，但是石破茂2次的選舉都敗了，因此呢，他下來，高市上來。那高市上來作為日本第1位的女性首相，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她一直以來对於就是戰爭的議題，對於安全保障的議題是相當的保守，甚至右傾。那去年9月的時候，他就在競選過程當中曾經提到，台灣如果遭受到封鎖，日本將面臨到存亡事態危機。那個時候就有這樣一個這個說法。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在11月7號國會反對黨的立憲民主黨的岡田克也，他也做過外務大臣，他就拿了這一段文字，你講過的，你現在做首相了，你是不是還這個立場？所以高市就跟他的一個對答當中，就把更具體的說，如果戰艦發動戰爭，則日本出現存亡危機的事態，因此呢，就會啟動安保3法當中的集體自衛權。這個其實讓美國都很驚訝，防衛省的官員都很驚訝，因為過去討論所謂的集體自衛權，日本的出兵，如果不是本土防衛的話，一定是在美日安保之下對美軍的行動採取基地或者是後勤的資源，就這樣子而已。結果他現在是跳過美日安保，單幹了。那這個東西當然就引起很大的這個質疑。那我們後來才了解，原來這有個布局的，它的布局其實就11月20號，自民黨裡面他要求安全保障調查會開會，要修改安保3法。為什麼？因為這裡面定的非核3原則，而且要去提高軍費，提早提高軍費倍增，同時呢，可以去開放攻擊性武器的出口。所以這幾個要件，4個要件都在20號的時候討論。那因此呢，就引起幾個首相，那岸田文雄甚至他自己內閣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說，非核3原則不可以動。那這個我覺得很難，因為非核3原則在日本是很根深蒂固的。可是21號的時候哈，我這邊看到最新的這個發展，現在時間是11月21號的下午。那他在中午的早上的時候接受訪問，因為22號他請人去南非參加 G20 的會議，那可能碰到李強哦，但是中國大陸說你不要來，請你自重。好，但他被問到說，你跟中日之間的戰略合作夥伴互惠關係，他說這些都沒有改變。還記不記得他在釜山會議的時候和習近平見面有談到這個？習近平不是很情願的跟他握手了哈。那但是呢，果然他回來，你看就講這些話。可是他說日中，從日本講到日中啊，日中戰略和互惠關係啊不變。那這就表示他的政府的立場。記者又在追問，對於11月7號你講的台灣有事可能構成了存亡危機事態，那他的回答是，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至於哪些情況屬於適用範圍，將依據實際發生的個別具體情況，由政府綜合所有的資訊進行判斷。他11月7號講這個話就沒事了嘛？他現在回到了所謂一貫，因為從1960年代開始，日本有關於台灣的問題就是事態概念，那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我們會真的發生，我們再做判斷。是好，可是呢，他當時就不是這樣子了。是，但是他沒有撤回11月7號的發言，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方面接不接受，我們就很難判斷。謝謝楊老師非常精闢的分析。那酈將軍您的看法呢？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改這個非核3原則，在日本，這是日本2戰以來的國策，真的有可能過關嗎？因為包含了現在連自己人都跳出來說，這個就是不能動的。好像今天早上哈，這個有一個全人類對這個要趕，我個人是覺得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訊號。這個 F-35戰機，美國居然研發出 F-35戰機可以攜帶的核子彈，哈，叫做 B-61-12，哈，這款的核彈。
那以前我們都認為核彈這個都要掛在所謂戰略導彈上面、洲際導彈上面，或者是轟炸機上面，或者是核潛艇、戰略核潛艇才能夠發射。但是美國現在居然可以用5代機攜帶核彈，這是對全體人類來講是何等悲哀的一個訊息。那大家試想想看，如果日本它本身就有 F-35戰機，那美軍在這個日本的本土也駐有 F-35戰機，那如果說在日本的本土上面有這款導彈的話，它 F-35戰機它的攻擊範圍可以包括到俄羅斯，包括到北韓，包括到中國大陸。你認為這3個國家可以容忍嗎？如果說是它都隨時有這個核彈的威脅哈，這就是為什麼之前日本的幾位首相，你必須要講政治家跟政客的不同。政治家他是眼光看得比较遠，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實到現在為止包括俄羅斯，包括到中國那其他的印度我不講了印度、巴基斯坦這些永和國家，他們的核政策我不了解，但是包括俄羅斯，包括到中國都曾經講過一句話，他們核武的使用原則來講的話，他不會去攻擊無核的國家。就是說，如果說你沒有核子武器，我不會用核武去攻擊你那當然，如果你日本如果說擁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讓你周邊這些永和國家，包括到俄羅斯，包括到朝鮮，包括到中國，就有名正言順的理由可以用核子彈來對你攻擊？我們之前有一個笑話當然全世界列數所有哪一個國家有多少核彈這個美國有多少枚，對不对俄羅斯有多少枚？這2個國家是最多了5-6千枚那中國是600枚，那日本有幾枚呢？日本是-2枚為什麼-2枚？因為它已經吞了2顆了它之前已經吞了，所以大家把它開玩笑說它-2枚。難道你日本來講的話，經過長崎、廣島那次來講，你是無核國家，但是美國照樣去幹你，那壞的是美國那個國家，不是其他的國家，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羅斯。所以我希望日本來講的話，應該認清楚這個事實是這樣。你有了核子武器，對你來講是禍不是福，因為讓你周邊的這些永和國家就有名正言順的用核武器來打擊你。因為我會擔心你你現在如果裡面你自己有一架 F-35戰機，隨時帶個核彈就丟到我的這個國土上面來講，那如果說打仗，我一定是互相保證毀滅，我一定要先將你核武摧毀掉那所以說，我覺得高市早苗但是高市早苗如果現在他這個一廂情願，他一直向右靠，繼續向右靠，繼續向這方面來講的話，我覺得以他來講，既然已經提出來，而且今天很不幸的，他自民黨裡面的會議裡面已經通過了要擁有引進可以引進核子武器，或者是有核的這種載具，包括核潛艦包括到這個可以帶核彈的戰機那如果說你的自民黨你已經會議的通過，只等待明年來講由國會來通過，那你自民黨如果現在其他是在野黨如果說不阻止這個法案來講的話，它就可以引進核武。當然就日本來講，他希望將自己置於一個核保護伞，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其實這種心態跟這個韓國是一樣的可是我覺得，雖然說他這個北韓擁有核武器，所以韓國也希望說他可以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但是畢竟來講，南韓跟北韓他們是同一個民族。但是如果說南韓跟北韓現在來講，他們這個雖然說彼此是敵對國家，但是他們有一個共識，你知道，就是打日本是他們這個南北韓的共識，這是這個民族之間這個恩怨情仇很長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所以我覺得日本來講，現在高市早苗他既然已經提出來，而且自民黨也已經通過這個法案來講的話，極可能在未來的日本國會裡面會通過。可是對日本來講，到底是福是禍，是不是真的能夠放在美國的核保護傘，還是將自己置於核攻擊的威脅之下？我覺得這個高市早苗跟日本的群眾應該仔細三思，尤其日本的在野黨應該要有更遠大的眼光，而不能隨着高市早苗在那邊這個繼續向右傾，繼續向右靠將整個國家帶到危亡的這種境界。好，確實，現在外界也在分析說，為什麼高市這麼急着引進核武呢？認為它其實是源自中國的核威脅升高。我們就來看到圖卡當中的右下角，這是美國智庫戰略暨運算評估中心的資深研究員，他說，日本最憂慮就是中國的核戰力增強，尤其是中程彈道飛彈。這個射程雖然不到美國本土呢，但是覆蓋了日本跟關島。
包含了東風26、東風27，還有新研發的驚雷1空基遠程核導彈，其實都是針對亞洲地區主要目標的高精度攻擊武器。請到張將軍您的專業來看，中國這一些高精度的導彈群，它對日本的威脅到底有多大？我認為這些不管東風26或者東風27，它都是中長程的彈道飛彈。日本它只有戰術武器，它沒有戰略打擊能力。日本有沒有核彈？沒有。它有沒有長程的或者洲際的彈道飛彈？沒有。它有沒有核子動力的彈道飛彈潛艦？沒有。它都是戰術型的。所以日本在這邊，它想要去研發戰略型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些東風26、東風27之後，它的射程涵蓋第2個島鏈。那講驚雷，這一次93閱兵有出來的驚雷1號，驚雷1號是掛在轟6上面，轟6上面它可以打3500公里，因為轟6就可以飛5000公里。再打3500公里，可以打到8500公里，加起来。當然，它隔壁它打到第1跟第2島鏈，它不用出海，在內陸就可以發射。那驚雷它飛得夠高，要夠高，因為它的從位能換成它的動能速度，就往前面這樣子飛。這是驚雷1號。所以這樣來看的話，日本想要發展核武，它考量是要3個條件。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它的你要多少數量？你日本要做多少核武數量？中國大陸现在已經600枚，你要做多少？你是不是要比數量？因為比核武就要比梭哈，大家看誰多嘛。第二個比領土面積，日本的領土面積總共37萬8千平方公里，中國大陸的領土面積總共是960萬平方公里，所以中國大陸的領土面積是日本的25倍，它就25個日本就對了，你25個日本加起來，因為打核武大家是相互毀滅嘛，但是我大你要丟得多啊，你小我通通集中，所以這個領土面積日本也吃虧，剛才講的數量就已經吃虧了。第三個我認為。日本還有一個短板，日本人口集中，北洲4國、9州、北海道都集中在那邊，那幾個小島不要計算，你都集中在那邊，而且它高度城市化，打那個幾個重要城市就本身就毀滅了嘛。人土過度集中也是日本的短板，所以日本的短板多。另外一個，日本如果要發展核武，會牽動地緣戰略。南韓要不要發展？你有了，北韓也有了，俄羅斯也有了。中國大陸也有了，那就南韓沒有，南韓要不要？他一定要發啊！他說你們大家都有，就我一個人沒有，你們全部都有。南韓這地緣戰略就不平，而且俄羅斯會把它戰略核武部隊往東移，調到勘察加半島，調到庫頁島。為什麼？你日本開始搞核武了，我能夠不準備嗎？會有這樣子地緣戰略，不是光只是牽動南韓發展核武，包括俄羅斯都要牽動，他可能都要做一個機動的來調整。為什麼？你發展核武，我不能不準備，是這個樣。所以我們來看呢，從這方面這種來做評估，日本想要發展核武有能力，但是它的風險要做評估。日本現在有47公噸的鈽是我們知道原子彈是核裂變，你氫彈是核聚變，那它現在做核裂變呢，做一個原子彈要多少斤鈽？30公斤一顆，47公噸可以做1500個，可以做100個。它的小部分是放在日本，那絕大部分是放在法國跟英國。他們是盟國嘛，他們自己是朋友嘛，放在那邊拿進來，要做就拿進來嘛。他總共現在日本他們通通加起來47公噸了，有沒有動？沒有啊，他現在還是3不原則。所以我講，發展核武是有地緣戰略的風險，日本要考量利弊得失，你不要因為因小而失大，為了做核武而造成日本的這種更造成地緣戰略的晃動，那會造成它的風險很高哦。所以我認為日本原則上。在目前來看，會走保守的路線。好，非常精彩的討論，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要來關心，美國原本對晶片管制是喊得震天響，但是現在呢，我們看到白宮的態度卻是急着去游說國會，說不要將這個 GAN 法案納入了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案。好，大家在說這背後到底是不是 NVIDIA 的執行長黃仁勳他是游說成功了呢？因為黃仁勳其實這過程當中，他也不斷在強調說，中國的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對 NVIDIA 來說呢，中國的 AI 晶片市場規模可以達到
500億美元以上，而且說過去20%到25%的營收就是來自中國。那所以現在呢，如果晶片禁令一旦收緊的話，美國等同於是砍掉自己一塊 AI 的腦袋。好，說到輝達，我們還要來關心的點就是呢，輝達這次的財報看起來非常亮眼，但是現在股市上，怎麼開始跌了？因為市場發現說這個應收賬款激增，也就是說輝達這陣子賣出去的貨，但是還沒有收到的這個錢已經變多了，極大的主要客戶就佔了超過一半。所以現在其實華爾街也開始問說 ，AI 現在的獲利真的可以支撐過去這段時間非常龐大的支出嗎？那我們想請教楊老師，問題來了，那事情發展成到底是中國撐不住美國的制裁，還是說美國撐不住不能失去說中國這個非常大的 AI 市場？我覺得後者越來越真實，而前者中國能不能夠撐得住美國的制裁，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那當然。制裁的部分在高階的晶片跟設備層面呢，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可是呢，過去其實中國大陸連成熟晶片的技術或一些設備都仰仗來自於國際的市場，不管是韓國還是台灣哦。可是呢，他現在從2018年到現在，在中美科技戰的壓力之下，他舉國體制去發展各項的這個技術的突破，跟設備還有裝置甚至軟體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只是需要一點時間，可是呢，你看到在成熟晶片的這一塊啊，到了明年中國大陸就是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生產國。那只不過是在成熟這個先進這個前沿的晶片層面呢，它還是需要時間。這個 GAIN AI 什麼意思呢？它的全文叫做保障國家人工智慧獲取與創新法案。那其實也就是規定說，要求晶片製造商必須先滿足美國的國內的廠商的需求，以及跟美國友好的廠商、友好國家的廠商的需求，才可以賣出非友好或者是非国內，也就是指中國大陸。那這樣子的法案，國會有很多人支持，但白宮現在決定要把它踩這個剎車。為什麼？反而是 Amazon 跟微軟是支持這個法案。你看到就是說這個。要購買這些晶片的這些企業哈，他反而支持，但是呢，硬體的製造商、出口商，像是輝達，他就反對，因為他說，其實你會斷掉中國的市場，而中國就走向自我的研發。那其實讓中國的市場持續的依賴美國的硬體，尤其是輝達的 AI 晶片。那事實上，一方面可以獲得中國市場，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延後中國自己研發的壓力。那這樣子做呢，可以讓美國爭取到時間以及更多的研發的經費，在硬體跟技術的落差上面能夠保持持續的領先。這就是一直以來黃仁輝說服的，就是白宮的叫 David Sachs， 這個叫做 AI 沙皇，他現在採取支持這個態度。所以我覺得，但是即使這麼做，你覺得大陸看不懂嗎？那當然看得懂啊，那就是沒有辦法，那我們就用時間來換取空間，也就是說，也許時間再拉長一點，那等待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先進的技術跟設備能夠到位，那它再鞏固它自己本身的市場。我想這個還是需要國際合作了。因此，你說到底誰會衝擊誰？那其實這也就是中美的 AI 爭霸戰的持續戰。好，現在中國市場對美國來說還是非常重要，但是外界也在關注說，那美國是不是可以靠其他的市場來補上中國的這個缺呢？最新消息是美國的商務部他披露說，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聯酋呢買輝達的 Blackwell 晶片，美國國家上限3.5萬顆，那要符合安全還有通報規定才行。還有這個沙烏地王儲沙爾曼，他也是非常激進在推動投資，包含了 Human 公司要建立 AI 資料中心，包含了雲端容量 AI 的基礎建設跟模型，還有說馬斯克現在也宣布 XAI 要在沙烏地建一個500兆瓦的資料中心，那他所用的就是輝達晶片。好，大家對沙烏地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有錢，那請教張將軍來看，這個戰略上，就算沙烏地他再有錢，可以補足中國市場的缺口嗎？我認為這是相互需要的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就沙烏地阿拉伯也好，或者阿聯酋也好，他們的石油就有挖光的一天，不可能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那現在是不是要有一個戰略資源替代？找到 AI， 找到晶片呢？是這個樣。那為什麼找到這個阿聯酋跟沙烏地阿拉伯呢？因為他們有錢啊，有錢要兩個條件，第一個你要有錢要夠哦。這個阿聯酋跟这個
阿聯酋跟沙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我們就是錢多啊，我們武器都是付現的，不要折年按1年付款，我們一次交一次給你，都是這個樣。那黄仁勳不是要賺錢嗎？剛好選在那個地方。第二個戰略的考量呢是什麼呢？我們知道 AI 就是電，就是在電力。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它有的是石油，有的是天然氣，還不要忘了，它還有很多的太陽能、沙漠，那都沒有人，因為它是以前的時候是個游牧國家。沙烏地，這個地方會不會影響到或者環評環保？會造最少，因為這個地方地廣人稀，又是沙漠氣候，太陽能是最好用的哦，就選在這個地方，所以都有很多的考量啊。最重要考試要錢，對不對？像今天剛好，那我們銀貨兩起，剛好你有錢，我有貨，我們兩個剛好可以。那美國商務部長批准通過，我們就讓他們蓋，是這樣。這個是個國家戰略布局，那個就是這個黃仁勳也好，他這個 NVIDIA 就是要搶占 AI 戰略高地，在什麼地方？那就在中東嘛。那剛好沙烏地阿拉伯就是中東的核心地帶，我就在那邊布建，然後再做擴散。這裡是一個市場風險分攤的概念啊，所以對兩個來看，對這個沙特也好，或者是對黃仁勳看，都是一個很好絕佳。人家上面都會做一些現地的考核、利弊的分析。你考量完畢之後，就是4個字：要搶占先機。要不然的話，中國大陸會不會捷足先登，或者其他市場會不會也做資金的投入，都有可能啊。那就是要搶占先機。所以現在，這個已經出來了。你看呢，最重要的有一個，它需求電力多少？500兆瓦，這不得了的，它是兆瓦，不是100萬瓦哦。那就換句話說，要選那個，一定要是選電力非常充沛的。那現在工業沒有大發展，因為大家都大量消耗，我的預量就不夠了。現在沙烏地阿拉伯預量是很夠的，就是選地就在那個地方來，大家來投資，大家都有雙負需求，所以這樣戰略高地選在中東，選在沙特。是好，這一場晶片戰背後，其實大家也在關注，包含這個 DDR5 記憶體的需求突然間暴增。我們來看到這個數據是韓國對中國的出口，今年的第3季就飆到78.8億美元，對比去年呢是多了2成。那原因很簡單，就是美國管制了高階的 GPU 和 HBM， 那中國只好大量的現在收購 DDR5， 甚至自己生產來提高良率。那這波搶貨呢，現在刺激全球的記憶體超級週期，價格也跟着炸掉了。三星 DDR5 的合約價格單月就漲了60%，Netflix 還有這個消費記憶體的供應也非常緊張，甚至說現在連手機啊、顯卡可能都會被波及哦。李將軍，您看現在中國這一波拉貨是很單純的市場需求而已嗎？我這樣講哈，這個當然中國由於被美國的科技管制哈，不能夠獲得先進的 AI 晶片哈，它必須在這方面尋求突破哈。那首先我介紹什麼叫 DDR5。DDR5 事實上它就是一個 DRAM， 也就是說它是高效能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哈。這講起來有點繞口，我等一下解釋給你聽。然後它可以取代什麼？取代人工晶片裡面的 AI 的這種HBM 哈。那如果說我可以取代，我用這個來做，做的效果怎麼樣？這個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假如說我們現在用 AI， 你問 AI 一句話哈，你問100個教授在那邊，你問他說，教授，你們這100個教授，我想請問一下，我要畫一個全世界最漂亮的美女，100個教授他當然以他們的智慧，他們知道美女的標準哈，比如身高啊、體重啦、髮型啦、膚色啦什麼，他們就馬上可以畫出一幅漂亮的美女繪畫。那我沒有100個教授，我怎麼辦？可我有1萬個這種學生呢，每個學生可以記住，就是很簡單，你要教他說，這組學生，他只要記住什麼樣的髮型是最美的，什麼樣的髮型要搭配什麼樣的身材，什麼樣的膚色，然後什麼樣的妝搭配什麼樣的髮型，每一個學生記一個，那我只要3個教授來講，我只要這邊一叫，我需要什麼樣的髮型，那邊那組學生就記憶體裡面，他只要把這個提供出來，就可以提供這個教授來講的話，他畫出也是一樣，可以畫出一幅很漂亮的美女圖畫。因為我有很多個100萬個，譬如說我有100萬個學生，每個學生他腦袋雖然說容量不大，可是他可以記的東西很多。當然我這個舉例不是很適當的，但是為了讓觀眾能夠簡單的明了，就是說你不是所有 AI 一定都要用到高階晶片，我可以有替代的方式，我可以用這種所謂的這種高階的這種高效能的動態哈，它是很高效能的动態隨機存取的一個記憶體啊，來也一樣可以達到 AI 的一個效能。好，那在這種狀況下，當然現在包括到華為哈，他都講說這個
DDR5的這款的晶片來講，甚至於可以媲美這個輝達的 A100晶片哈。那 A100也是屬於 AI 的晶片。甚至於它生成910B 哈，也都可以用這個，也可以達到這個效果哈。所以我覺得，當然中國為了要突破 AI 被美國所管制，它當然會用盡各種的方法尋得突破的方式哈。所以說，也因為這個如此哈，這個隨機存取記憶體來講的話，現在來講都大量供給企業界來使用。那反而來講，一般消費級就是像我們這些人嘛，我們經常也需要買一些這個記憶體，比如說我們買的就是這個上面寫的這 Flash 哈，這個消費等級的。那當然現在企業來講的話，那邊利潤比較高，它就做到那邊去了，所以我們一般消費級的量就會比較小。那也因此，如果我們現在一般人你要去買這種消費級的這種隨機读取記憶體來講的話，那價格就會上漲。聽說漲到60%那麼多哈。那當然，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國會竭盡各種方法去尋求 AI 的突破了。在這方面來講的話，你光靠說管制晶片來講的話，那當然中國可以尋找出突破管制的方法。好，休息一下，我們稍後馬上回來。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這一期焦點我們要帶大家來關心烏克蘭現在是喪鐘已經被敲響了嗎？就是因為美國媒體爆料說，其實川普一直以來呢都在跟俄羅斯在進行秘密磋商，制定了這個結束烏俄戰爭的新計劃。然後現在呢，我們攤開這份由美國特使牽頭起草的28點和平計劃，哇，大家一看說這個內容根本就是烏克蘭的投降書。我們來看到包含了要求烏克蘭要割讓頓巴斯地區的領土，還有武裝部隊的規模直接砍半，而且要放棄長程武器。再來呢，包含了從語言跟宗教下手，說要承認俄語是官方的語言，還賦予俄羅斯東正教官方的地位，還有包含說烏克蘭境內呢不允許任何的外國軍隊來駐紮。更狠的是，基輔當局呢，還有歐洲的盟友，在這個草案的過程當中，他們是完全被蒙在鼓底的哦。因為美方呢準備把這個既成事實呢，直接就硬塞給澤倫斯基。最新的消息是，澤倫斯基他也已經收到了這一份和平計劃，而且同意要就這些計劃要點展開工作。但是有一個前提，說希望可以體面的終結。好，不過大家真的很好奇，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這樣的？楊老師，你來看，川普他為何會全然答應這個普丁的要求？我就說，這是上一次匈牙利的總理奧班到白宮和川普吃午餐，就表達了作為川普跟普丁之間的一個傳達的信使。那這個就由這樣個推演出來28點和平計劃，比較細部的內容哈。那在領土上面，俄羅斯將獲得頓巴斯，也就是現在的頓內茨克跟盧甘斯克。盧甘斯克它已經全部的佔領，頓內茨克啊，也就是在紅軍城之後，它也會獲得整個這兩個省。然後呢，克里米亞獲得國際承認，美國也會承認，並沿當前的戰線凍結赫爾松跟扎波羅熱的部分的地區，也就整個烏東的地區，其實現在的戰線所在的地方，但是包含整個頓巴斯的地方，俄羅斯都取得。所以這個是在所有包含美國在內的各方都會給予法律承認，這是28裡面所講的。此外，他也提到說，西方將全面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歸還約2/3，大概是2000億歐元所凍結的俄羅斯的央行的資產，在各國，尤其是在瑞士，而且正式邀請俄羅斯重返 G7， 回到 G8。那是1998年到2014年，其實俄羅斯是參加的這個 G7， 那個時候就改名叫 G8。然後呢，在領土跟國際地位上面，俄羅斯還會拿到經濟大禮包，像是美俄成立聯合基金，共同開發北極的資源。這個其實是美國想要夾帶的這個東西哈。3000億的歐元被凍結的資產中，然後呢，扣掉的這1000億用在烏克蘭的重建啊，這個是好像是俄羅斯拿出1000億出來幫助烏克蘭的一個重建，應該算是賠償吧。但是重建項目一半的利益歸美國的企業，
這個是川普，你看厲害了。那扎波羅的核電廠在聯合國的監督之下重啟，發電量一半供烏克蘭，一半賣回俄羅斯。好，那賣回來的利潤裡面又一半是美國的企業拿喲，不要忘記哦。所以俄羅斯如果所有的未來再犯的話，這些優惠將會取消。那同時軍力的話呢，烏克蘭最多只能維持60萬人的軍隊，禁止擁有射程可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中程飛彈你就不要想了。然後呢，軍備部隊必須要解編。英國主導的戰機聯盟將駐紮在波蘭，而不是烏克蘭。北約部隊永久不得進駐烏克蘭領土，北約會籍會被徹底的排除，所以他不能進北約，軍隊也不可以進來，外國軍隊也不可以進來，他的軍隊只能維持到60萬。那換得什麼東西呢？換得美國給予歐盟和烏克蘭的安全保障，並且加速進入到歐盟的承諾，這就是28點。我覺得烏克蘭會接受嗎？其實現在看起來，在戰場上、地面這個戰爭上面，他已經處於絕對不利。同時，澤連斯基自己的內閣已經貪污的不可復加，沒有任何的支持率，他撐不下去了。那歐洲這邊只能打嘴炮，也沒有任何實際上的這個幫助了。川普就是拖到後來，讓整個戰場烏克蘭到歐洲，你的窘態完全呈現。那這個時候呢，當然就兩個大老闆、兩個大哥就拍板叫定28點。是，但是現在美國大家在說根本就沒有對烏克蘭提出任何的安全保障，但是澤倫斯基是不是也沒有條件可以拒絕？他有說美國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這個安全保障呢不是很明確，是怎麼樣的安全保障？因為既然不可以有外國的駐兵，那同時烏克蘭軍隊又只能這個擁有少部分，所以怎麼樣的安全保障，其實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是不可以外國駐兵，也就是說不可以連維和部隊是不是能夠進去？通常維和部队聯合國不會介入到常任理事國相關的這些爭端的事務當中，所以也不會是聯合國部隊。好，確實，美國現在呢很突然這個急轉彎，其實整個歐洲也陷入恐慌。現在包含歐盟的外長也幾乎說，任何結束烏俄戰爭的計劃，其實都需要烏克蘭跟歐洲的支持才可以。那法國外長話說得更重了，他說和平不是投降。波蘭外長也痛批說，不應該限制烏克蘭的自衛能力，受到限制的應該要是侵略者。好，現在您看到包含我們剛剛提到的歐盟啊、法國、西班牙、波蘭這些外長紛紛都跳出來，大家在觀望。張軍，你來看，這是他們很害怕失去擋在俄羅斯面前的這個緩衝區嗎？我認為這個歐洲這些國家，剛才所講的，不管法國、德國、波蘭、英國，還包括意大利，都犯了極重大的戰略錯誤。對，要不然他們出兵援烏，要不然立刻就割地和談，要這樣子。你們都不出兵，你讓烏克蘭打，烏克蘭現在怎麼打？烏克蘭現在面對3多的困境，犧牲太多了，他已經沒有辦法再動員，犧牲太多。第二個，它的領土一直淪陷，它每一個月丟掉一個關島，美國關島是550平方公里，每一個月被俄羅斯攻陷550平方公里，你怎麼辦？3多啊，淪陷多啊。第三個，國債越打越多，你是借錢嘛？你烏克蘭也沒有辦法賣石油，你賣那些穀物是沒有用的，那能夠賣幾個錢？你3多你怎麼辦？死得多，丟得多，欠得多，你怎麼打下去嘛？你現在要扭轉烏克蘭戰局其實非常簡單，大家出兵幫他嘛，但是要冒核戰的風險。普丁會不會跟你打核戰？會核戰。那我想，那你這些國家講話的國家，你為何戰？為何要戰呢？那就不敢。到現在為止打了3年9個月了，沒有國家敢正式出兵。全世界195個國家沒有一個幫助烏克蘭，那烏克蘭怎麼打下去？沒有人呢。那烏克蘭現在面臨3個困境：第一個，逃兵多，大家逃兵，現在逃兵20萬。不願意上戰場了嗎？沒有意義嘛，越打越輸。第二個，他現在貪污很多因為大家看已經不對了，矛頭就捲盤跑，尤其是澤連斯基的親信，都跑了，拿了錢就跑到海外做義工，因為玩不下去了嘛。那第三個呢，負能量太多，基層士氣很低迷都在抱怨，那也不能不打，你逃了或什麼了，你到時候什麼都沒有，還會被抓回來審判，那打了是不是送死？所以負能量太多，你怎麼辦？沒辦法改變，防線崩潰了。所以我們看了這個戰略態勢的轉換是不可能看不出來，沒有辦法改變戰爭的結局。所以越早結束越好，不要再犧牲了，不然又是3多繼續
變成3多，變成3個更多，那不好嘛。我認為這個盡早這沒辦法，這是當初澤倫斯基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西方國家也犯了重大的戰略錯誤，而造成目前烏克蘭的敗相。是好，回到戰場上，我們又來看到俄軍在前線傳出的捷報，因為現在戰場形勢幾乎是完全一面倒向了俄羅斯。我們來看到俄軍他動用476架的無人機，還有48枚的飛彈，鎖定了包含能源、交通設施，發動很大規模的空襲。那俄軍的總參謀部呢也宣布說，已經完全控制了戰略重鎮，包含了庫皮揚斯克，還有在紅軍城也都有重大的進展，甚至俄軍的官兵已經在當地展開常態化的巡邏。那反觀烏克蘭呢，現在不但是前線連連失利，而且剛剛呢，其實來賓也都幫我們提到了爆出很驚人的貪腐醜聞。匈牙利外長就直接說，其實烏克蘭它就是存在戰爭黑手黨，還有腐敗體系，所以也就是說，這個援助的錢根本你沒有辦法用到刀口上。好，李將軍回到戰場上，你幫我們看到現在前線很崩潰嘛？那剛剛提到後方又是貪腐被美國拋棄，那現在烏克蘭面臨這個3重危機，那戰場上現在的戰況到底有多嚴峻？你剛剛講的庫皮揚斯克，我們現在在地圖上面，各位可以看一下它位置在哪裡，在北邊哈，它是哈爾科夫州。那紅軍城是在南邊，波克羅夫斯克哈。那中間有幾個城市哈，包括斯拉夫揚斯克、克拉馬托爾斯克、德路日、基夫卡，還有康斯坦丁堡哈，這幾個形成一個城市群。也就是說，其實如果說是庫皮揚斯克跟紅軍城都丟掉的話，很明顯，這中間這個幾個城市大概保不住，這幾個城市保不住，我們很明顯的，我想說一般人對，包括1零你都看出來，這一線整個就崩潰掉了嘛，等於說你就無險可守了哈。那我們回到剛才所講的這28點條件，到底是和平條件、停戰條件還是投降條件？我覺得，你要講和平呢，那只是這個大家這個粉飾投降的過程了哈。當然，這個我覺得烏克蘭真的非常的悲哀，他當初被美國推去打這場代理人戰爭，那居然到現在連投降怎麼樣投降的條件，他自己都沒有資格上談判桌來打。大家記不記得第二個是歐洲哈？歐洲也被美國拉進去打這場戰爭，叫歐洲這個支援各種武器啊能力來講的話，大家記不記得上次在白宮哈，就是川普跟普京這個在阿拉斯加見完面之後，那時候川普曾經把歐洲7個領導者叫到白宮來，大家在前面坐着一排，我們戲稱他叫做7個小矮人哈，在那邊。那現在來講。整個歐洲的戰局，連歐洲的這個7個小矮人都沒有資格來談，現在由美國自己來決定要怎麼樣投降，你會不會覺得這就是這個一個國家，甚至於一個北約的一個悲哀？那你們現在歐洲這些不管馬克宏或者是這個法國的大使，說和平不能成為投降，你們現在還有資格講這種話嗎？但是我們從剛剛戰場上的局勢，我們就看得出來。現在大家在講說，這個大家在討論說，澤倫斯基可不可以吞下去可不可以接受？對。但是我反而要說，這個普京願不願意就這樣子，就此結束，不見得會結束。我們經常講一句話，你這個在戰場上面你沒有得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談判桌上面得到。但是如果說在戰場上面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你會不會在談判桌上面要的更多？這是現在來講的話很現實的一個問題。那普京，我們可以講說他也不是什麼善類，也不是吃素的。你認為現在來講，如果說紅軍城跟庫皮揚斯克，我們剛剛看到地圖內線全部被打下來，那在這種狀況之下，這個俄軍會不會打得更多，要了更多的土地？我一直提醒大家記得一句話。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會談的時候，那時候普京提的是什麼條件？他說：“你們最主動退出整個頓巴斯，我就可以不去攻擊赫爾松。”那現在反過來，他現在來講自己把整個頓巴斯打下來了，那我會不會繼續攻擊赫爾松？他繼續攻擊赫爾松的目標是在哪裡的？我認為是敖德薩哈，敖德薩是一個港口。大家記不記得為什麼我這麼一直在這樣強調？記不記得2022年這個俄烏戰爭一開打的時候，第一次開打的時候，俄軍就派兵去佔領蛇島。我想印象大家應該還記得，蛇島有七個阿兵哥在那邊嘛。後來他們這個比個中指就向俄軍投降了軍艦，因為整艘軍艦開到你這個小島上面來，
那蛇島在什麼位置？蛇島就是敖德薩的門口那個島和那個小島。那時候一開始就很明顯的俄軍啊目標就是要打到敖德薩。那現在如果說是普京有機會拿下敖德薩，他會不會繼續拿下敖德薩？拿下敖德薩可以將整個烏克蘭打成內陸國，可以確保他黑海艦隊的安全。